最近，俄罗斯频频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呢，更是对乌军的士气造成了影响。但是，一直被动挨打并不是乌克兰的习惯。前几天，乌克兰就曾经扬言要制造一款秘密武器，空袭莫斯科。那么，以乌克兰如今的军工能力，它真的能造出来一款能够打到莫斯科的大杀器吗？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接下来，乌克兰的反击呢？咱们接着往下看。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发酵，双方的对抗也在不断升级。尤其是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之后呢，俄罗斯的攻击目标也发生了改变，率先对乌克兰14个地区展开袭击，并且发射了84枚巡航导弹和24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进行轰炸。这几天的空袭呢，要大兵说其实没啥大用。现在俄罗斯前线垮成这个样子，却还要集结出那么多的远程火力去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而非重点军事节点，来缓解前线部队压力。这个举动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对乌克兰军队的补给困难影响，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见效的。但是对于目前前线的紧张局势反而帮助不大，只会让乌军的反攻更加猛烈。当然，如果俄罗斯有那个能力一直炸，继续保持这样的火力强度，能从根本上打击乌克兰的反攻力量，让乌军后继无力。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俄罗斯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一直扔下去，而紧随俄罗斯轰炸之后的就是乌克兰的反击了。在这会儿，乌克兰也放开手脚了，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家领土的俄军，而是直接对俄罗斯本土别尔格罗德州的变电站展开了袭击。甚至在10月20号，乌克兰还用原点 U 导弹袭击了别尔格罗德的铁路。除此之外呢，乌军还在顿涅茨克的索列达尔和巴赫穆特展开反攻，让俄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而随着俄乌双方针对对方民用基础设施袭击的频次快速增多，这种打击行动呢，正在朝着攻击对方核心目标的层面迈步。近日，乌军就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向顿涅茨克市发动了袭击，还有多枚火箭弹击中了市中心行政大楼。该消息已经得到了顿涅茨克市市长的证实。按照官方公布的照片和情况来看，这次伤亡程度应该不小。关键是里面办公的都是顿涅茨克的高层。而通过这次的袭击呢，也能看出俄乌战争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攻击民用基础设施，递增到攻击对方核心建筑，或许最后还会演变成各种的斩首行动。现在的斩首或许只是地区高层，未来谁也不保准这种行动会不会针对双方最高指挥官以及最高领袖。这也不是大兵危言耸听毕竟这些方法对于现在的基辅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是还不具备能力罢了。此前，美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始终不愿意为基辅提供远程导弹。虽然俄乌两个大国都有大纵深，但是莫斯科到基辅的距离只有750公里，这已经不是战术巡航导弹的问题，随便一架巡飞弹无人机或者一枚巡航导弹都具备攻击莫斯科的能力。此前早在10月7号就有消息曾传出，乌克兰曾有一架无人机越过了俄乌边境，在俄罗斯卡卢加州机场坠落并发生爆炸。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非常近，仅有170公里左右。这件事也代表了乌克兰确实有能力威胁到莫斯科。据了解，如今的乌克兰除了向各国求助反无人机系统进行防守之外呢，同时也在依靠着自身的力量进行远程攻击武器的研发。正如俄罗斯最终选择了无人机一样，乌克兰呢也是选择了无人机。乌军目前正准备使用一款型号为 RAM-2 的无人机对莫斯科发起报复性的轰炸。RAM-2 设备由谢尔盖·普里图拉和谢尔西·斯特连科等筹资研发的无人机，它能够击中最远1000公里的目标。莫斯科距离基辅的直线距离不过是750多公里，完全处于此款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RAM-2 无人机是在乌克兰无人机冠的基础上设计研发的。筹款研发活动是在10月10号发生俄罗斯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事件后，由普里图拉召集的。在发出这个消息后呢，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1200万格里夫纳到账。到了10月11号，不到1天的时间，乌克兰人就收集了超过2.06亿格里夫纳。据一名志愿者说，他单一的一个账号就收到了5300万格里夫纳，这相当于他过去7个月曾筹集到的额度。从这里呢，大家也能看出现在的乌克兰因为这次袭击而变得更加团结，他们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向俄罗斯复仇。
这款无人机75公斤的战斗部可以携带反坦克弹药、温压弹和高爆炸性碎片弹丸3种炸弹，分别对装甲目标、建筑和人群造成打击。那么这种无人机对于如今的乌克兰而言，是否还有能力生产呢？这里呢，大兵认为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现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不同，其生产无人机所需要的零部件在国际市场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在开战之前，乌克兰也有过研发大型无人机的经验。如今再将网志的数据重新捡起来，并非难事。有专家估计，最多3个月时间，普里图拉将利用众筹的钱组织量产无人机。说该款无人机，乌克兰的很多中小制造企业都适合生产，因此找到适合的量产厂家应该不会太难。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有乌克兰媒体宣称要制造25000架大型巡飞弹无人机，空袭莫斯科。那么对于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俄罗斯有合适的方法拦截吗？大兵这里认为啊，对于目前的俄罗斯而言，想要对付这种无人机还是有些头疼的。毕竟啊，无人机由于速度低，其高度就可以降得很低。这一点对于防空系统来说呢，那就是击中了命门。因为防空系统的眼睛、雷达对于低空目标的效果就是不如对高空目标好。虽然有一代比一代先进的低空跟踪雷达，但无人机的信号特征本来就小，还隐藏在各种地面杂波里。再先进的雷达，想要把它们从一堆杂波里挑拣出来都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还有个雷达通视距离的问题，大部分低空雷达没办法架设得太高，这样通视距离就小，会导致有效的探测区域就很小。只有当无人机恰巧落入其探测区域了，才有可能发现它，否则目标在地平线下面根本没有办法看。所以当雷达都看不到的时候，防空导弹和高炮又该怎么打呢？同时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成本很低，它既没有精密的光电系统，也没有昂贵的远程遥控系统。例如俄罗斯此前向伊朗购买的无人机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当然巡飞弹无人机的突防能力是不如导弹的，精度和威力差了很多，但是大型巡飞弹无人机对付普通建筑物还是绰绰有余的。虽然 RAM-2 无人机机动性差、精度差，但是它可以越过小口径高炮等低成本防空武器组成的防空网。况且乌克兰这款无人机还是航程高达1000公里的无人机，完全可以去执行纵深打击。同时在战场上，这种无人机呢也十分烦人，它的成本很低，哪怕命中率只有 10%， 也足以回本了。目前各国的防空系统只有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比较适合对付巡飞弹这种低速游荡弹，大部分防空武器反而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毕竟即便是雷达发现了这种无人机，也要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你说发射导弹去打吧，实在是不划算，而使用高射炮的话，又需要极大的部署密度，它的出现会让许多高档防空武器都处于一个导弹打蚊子的局面，效费比极其恶劣。当然或许还有人会说啊，这些无人机飞得这么慢，机枪不是能将其轻松解决吗？这一点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这种无人机在进入战场后进行分布广泛式打击，就算是有那么多的机枪可以到处部署，但也很难有相应的优秀机枪手来搭配，毕竟打机枪这活也是吃天赋的。因此大兵才会说，唯一适合对付这种武器的其实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虽然用铁穹打无人机还是一个亏字，但至少比防空导弹的效费比好一些。不过我想啊，按照以色列的个性，自然是不可能将自家的铁穹卖给俄罗斯的。因此对于这种巡飞弹无人机，俄乌双方目前都没有太好的应对方法。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轰炸基辅袭击莫斯科似乎已经是未来很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了。普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据悉，莫斯科在近日重启了防空洞和地下掩体，要求防空洞里的物品以及被当作地下停车场的地下掩体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清空。同时，俄罗斯方面还公开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个防空洞位置图，在关键时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可以快速隐藏进附近的防空洞和地下掩体。传说在莫斯科的地下遍布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建筑，例如在距离克里姆林宫3公里的塔甘卡地铁站附近就有着著名的第42号地下掩体，这是一座深入地下65米的核战掩体，可以让数千人在里面隐藏很多天。当然，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这种巨大城市，都不可能被巡飞弹这种武器重创，
大型巡飞弹真正的目标还是能源系统、电力系统、储油罐、弹药库和非坚固设防目标等等。或许在未来，俄乌战争可能会进入到一种前线拼命修工事，相互炮击战况僵持，后方拼命发射远程火箭炮、巡飞弹和导弹进行袭城战的模式。只不过恐怕以后普京总统也要在关键时刻搬到防空洞或者地下掩体中工作了。而除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之外呢，当前北约和俄罗斯双方都宣布了进行核演习。北约演习时间持续到月底，而俄罗斯核演习将会于10月下旬举行。双方演习有重叠时段，北约出动了 B-52H 战略轰炸机，俄军出动图160、图95。此外，俄军战略导弹部队依旧处于战备状态，还有暗藏在大洋深处的别尔格罗德号核潜艇蓄势待发，仿佛又要再度回到冷战时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其实相较于袭击莫斯科而言，大兵认为乌军更有可能去袭击的目标还是别尔格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罗斯托夫和克里米亚等边境目标中，俄军的燃油仓库、弹药库、电力系统和重要部门的行政办公大楼等等。毕竟对于整个战争进度而言，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并不会有太大作用，反倒是袭击这些俄军关键节点，才能让乌军以更快的速度击退俄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乌克兰有了数量庞大的巡飞弹无人机，大家认为其用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